这个女孩为了刺杀俄国大使，故意先搞大了自己肚子。当一个孕妇走进酒店后，保安们根本不会想到，这人保安去给她找甜食。丽娜迅速起身，将大使放在一边的手机替换掉。只要稍等片刻，手机内的电磁武器便会启动，让大使瞬间暴毙。这顺利逃出大楼。不过为了甩掉追兵，丽娜决定尝试一下别的路线。而他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跟丽娜见上一面。与此同时，丽娜已经收到了新的撤离地点。在从地铁站下来后，她还有些担心，这很有可能被看出破绽。但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见面的机会就这一次，错过就很难找到第二次了。大卫将车停在了约定好的地方，静静等待着丽娜的到来。Come on。可丽娜不愧是王牌杀手，很快注意到了车上的划痕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她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。组织绝不会派一辆有问题的车来接应，所以现在开车的司机肯定有问题。丽女儿几年前为了脱离组织，她不惜用假死脱身，然后将女儿托付给了朋友照顾。可没想到，大卫深知杀手这一方的危险性，所以希望跟女儿见一面，然后带对方一起离开。可他答应过妻子，要是行动失败，为了不引起组织的怀疑，他们必须立刻隐藏自己，等几年后再寻找机会。大卫有点不甘心，没等一天，女儿就多一点危险。他最终不顾妻子的反对，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。既然主动找上门失败了，那就让对方来找自己，肯定会忍不住派杀手过来报复。而作为现在唯一一支在韩国的刺杀小队，只有丽娜能接下这个任务。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大卫当即返回了安全屋。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但他有必要让那些菜鸟明白，杀手这一行靠的可不是蛮力。丽娜在跟组织商量过后，最终决定到坐标地点一探究竟。她也很想知道这个神秘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桌上的丽娜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，却发现桌上放了一张她和父亲的照片。随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角落出现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Dad？ 可在丽娜的记忆中，自己明明是个孤儿，父亲早就在9年前去世了。大卫只好解释了一番自己的苦衷，随后给出了2个选择。So you can either come with me, or you can shoot me. 大卫虽然是他的亲人，但毕竟欺骗了自己，而且消失了9年。丽娜将情况报告给了组织，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打听当年的真相。可组织老大却对大卫还活着的消息颇为震惊，他一直以为那个男人已经死了。但无论丽娜做出怎样的选择，他都会无条件支持。随着大卫的醒来，丽娜也逐渐接受了父亲复活的事实，但她不想就这么轻易离开，这的矛盾。如果让丽娜做出选择的话，她显然只会选择父亲。可组织花费了无数心血培养出了丽娜，自然也不会让对方轻易离开。